Hello，大家好，我是 Dr. Seth。今天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比较贴身的问题，那就是老人家跌倒。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接到这个老人家在家里跌倒而送到急诊室。每次呢，听到他们跌倒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很难受，因为年纪大的病人呢，他们一跌倒的话，不是只是跌倒，他们其实跌倒的话，他们有很多问题。它能造成很多的伤害。老人家一旦跌倒的时候呢，可以适大，可以失小哦。好，今天 Dr. Seth 呢就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老人家会跌倒，然后怎样预防老人家跌倒。在这个短片过后 ，Dr. Seth 会跟你一一分享。好，今天呢，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把他的妈妈带来医院呢，就说他的妈妈呢就在巴萨买菜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把那个菜呢就放在那篮子的时候，这个转身的动作呢，不小心碰到背后的一个人，一时间失去了平衡，就跌倒在地上。跌下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坐直的方式，这样坐下来在地上。当大家看到他跌倒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扶起来。他就可以站着，可是呢背后呢真的很疼，然后呢他就很难行动，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医院去。然后在医院的 X 光检查下呢，他就发现了他的 T12和 LE 的地方呢，他的脊椎骨呢扁掉的意思就是骨折了啊。这样这个骨折呢可以是大是小，因为呢可能会压到神经线，而导致了瘫痪不能行动哦。这样 Dr. Seth 呢，其实呢也是很担心，如果一个老人家跌倒的时候呢，我们医生需要很仔细的去检查，其实他可能不只是背椎这个脊椎骨的问题，他可能可以他的腿部的骨头或者是上半身的骨头也可能会影响到，也可能可以跌到那个头脑呢，会出现头脑出血的哦。为什么老人家这么容易跌倒呢？其实它有很多原因的哈，年纪大了也那个视觉也是比较差，所以有时看的东西看得不准的时候呢，他就会不小心踏到不对的地方，踏到洞或者是踢到高的东西没有发觉到，就会跌倒。视觉就是他们的最大的障碍了哈。第二就是他们的肌肉开始衰竭，没有那个力量去支撑身体的重量，然后呢，它比较难控制肌肉的那个活动灵活度，所以呢它比较容易跌倒。然后呢老人家的那个反应呢也是比较迟钝的，所以呢如果是说他急的时候，他有想要做一样东西很急，可是他反应不过来的时候，他冲着去做，然后来不及反应，他也很容易跌倒。第四就是神经线退化了哈，好像颈部的神经线或者是背部的神经线退化，他的脚和手部的灵活度也差了。所以呢，当他们要走路的时候，起来从床那边爬起来的时候，手没有力，或者是手的那个控制的那灵活度不好，就按错地方，按个空的话，他们也会跌倒。然后呢，有些老人家就喜欢爬高爬低啦，说那个电灯泡坏了，我自己可以换不认自己老了，所以觉得自己可以爬上去换。当他爬上去的时候，忽然间他的那肌肉呢就不能支撑他身体的那个力度他们就会跌倒。还有呢，就是他们可能心脏的负荷力不好，因为老年人呢，他心脏的那个机能可能退化了，他不一时间如果是用太多力量的时候，他的心脏负荷不到，那个血压呢去不到这么高的付出的那个能量就导致了血压低造成的头晕，然后会跌倒。或者是心脏忽然间乱跳的时候呢，血压也会低，然后造成了病人血不到头脑会跌倒。还有呢，有些呢就是药物啦，老年人你看每一个都吃这样多药，血压高药糖尿药或者是心脏药一大堆的药，都会导致呢血压不平衡，或者血压太低，血糖太低，而导致了精神的问题呢，而导致了我们不能控制身体的机能而跌倒。所以呢，老人家有疾病的，他们更加高风险跌倒的。
一旦一个老人家跌过一次倒的话，他可能会跌倒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所以呢，我就是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当你有家里有个年老的人的时候呢，需要做一些预防啊，因为呢，老人家跌倒呢是是大是小的哈，所以呢，怎样去预防老人家跌倒？第一，就是老年人呢，他们的那个眼睛啊，或者是那个他们的反应度比较迟钝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家里呢，可能呢需要做一些修理啊，或者做一些装修哈，是适合老人家使用的。好像厕所呢，就要需要那些扶手了，在厕所大便的地方就给个扶手给他们，他们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厕所的灯呢就亮一点，或者是什么地方比较暗的，就把它弄亮一点。如果是有楼梯的地方呢，尽量有那个围栏啊，要下楼梯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有围栏可以坐着。然后呢，楼梯的地方呢，应该放比较亮的灯，不要让他们在暗的地方行动哈。然后呢，那个楼梯的阶不要太高，也要记得比较宽一点，不要做那些比较小的那个楼梯梯阶哈，他们脚会踏不到。最好是有一个人在家里照顾他们的行动啊，如果去厕所上楼梯下楼梯都有一个人照顾一下，那是比较好。在于医药方面呢，可能他的药物他的糖尿病血压高药或者是其他心脏病药呢，都要在适合的量之下，不要太高也不能太低保护他们那个心脏功能不要让他们一下子那个心脏功能衰竭，导致血不到脑会跌倒哈。所以呢，那个药物呢，它的那个成分应该适合他的体质，所以那个医生应该给正确的配方，而不是太高或者太低哈。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看清楚那个药物的那个量我们需要去做的检查的。然后呢，老人家有那个白内障的，他们需要去做那个手术的话，我也是提议他们去做，因为呢眼睛呢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眼睛看不到呢，就不能预算这个空间的深度和浅度。所以呢，眼睛呢，如果是需要配眼镜或者是需要做手术的话我也是建议带那个老人家去做一做哈。还有就是如果他是有病的，就是说有白金森帕金森或者是他的有肌肉衰竭或者是他有中国风的病人呢，这些病人呢需要有人护理不能让他们自己去自行处理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好像去厕所或者是吃饭下床都需要有人照顾。还有就是鞋子，那个鞋子呢需要比较方便那个老人家，比较正确就是有一点厚度了哈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然后呢它的高度也不能太高，刚刚好就是给那人穿下去的时候呢脚呢就是踏满了，然后呢也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就是适合的。那为什么鞋很重要呢？因为鞋子呢如果是太松的话，它很容易绊倒，如果是太紧的话呢，它很难预算到它可能会踏空因为地上的那感觉踏不到，它太紧了，然后踏空的时候就跌倒。还有糖尿病病人呢，他的脚呢那个感觉就是麻痹，踏地上的时候他不知道其实踏到还是没有踏到，所以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呢，他需要眼睛或者是手来帮忙他们评估一下他的那个平衡度。所以呢有糖尿病人呢需要看那个眼科，也需要看他们的灵活度。如果是他们灵活不好的话，也有问题的话，他们也是不能自行去什么地方，所以要有一个人照顾他们。所以老人家跌倒呢可以是大是小啦，只是说当他们跌倒的时候呢，为什么会这样严重呢？其实呢老人家呢骨骼开始疏松，骨骼疏松，然后呢肌肉也是比较弱，然后呢这个筋或者是关节比较松弛了，所以呢他们一跌倒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呢就是骨折了，因为它是骨头疏松嘛，然后呢这些关节的地方很容易脱臼，因为它这个地方比较松了再加上呢他们没有那个我们叫 self defense， 就是自卫的那个反应他们不能跌倒的时候，他们不能用手去蹭地上，来不及，因为反应太慢了，所以他直接就撞下去。因为他的手呢不能自卫的，他一跌倒的时候他反应不来，他就蹭不到，他就会直接就会跌倒。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最好就是有人照顾就对了。所以呢当你们明白了老人跌倒的时候呢，他们一定
要到医院检查，不能在家里等，好不好？如果是病人有吃这个清血药的病人如果他跌倒的话，那是事大事小，他可能脑部会中风就是爆血管胸腔或者是肚子里面会流血。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有血清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到医院来让医生检查。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所以呢，如果你家人有老人家的话，请你们小心一点，就是跟着我讲那个小贴士啦，希望它可以帮助到你们预防老人家跌倒。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希望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支持我 Dr. Seth Channel 请在我的 Facebook 呢、YouTube、TikTok、Kaiman Podcast 给个赞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